昨天，一则震惊全网的消息传来，曾经的核酸检测大王张和子及其深圳市核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因欠付员工劳动报酬被列入失信名单。这位曾为7亿人做过核酸检测的医疗巨头，却因为区区20万的劳务费，沦为全网嘲笑的老赖。就在疫情期间，张和子的公司还创造了惊人的业绩，单是核子基因一家公司，2020年的净利润就达到了20.90亿元，而现在连20万的工资都付不出来了。更讽刺的是，张和子近期还在尝试转型。根据网络数据显示，他名下的核子优选等多个带货账号在2024年的直播带货销售额赫然为0。这位曾经的核酸帝国缔造者，如今连一单生意都接不到了。有意思的是，就在前几天，张和子还在抖音发布开工视频，并提及了多个核子基因认证的带货账号。其中，核子优选及核子基因进口防护等账号在过去1年进行了多场直播及短视频带货，尽管粉丝数量仅在数千左右。回顾张和子的发家史，不得不说是一个典型的政策红利案例。2020年4月至9月，仅半年时间，核子基因的核酸检测业务营业额就达到了4.5亿元。在全国范围内，他旗下注册了数十家核酸检测机构。据官方介绍，核子基因集团参与了武汉、北京、大连、新乡、白家庄、上海等18个疫情大爆发城市的核酸检测工作，累计检测人数突破7亿人次。然而，随着东窗事发，这位核酸大王的商业帝国开始轰然倒塌。据天眼查数据显示，核子基因对外投资的66家公司中，已经有21家注销。已注销公司中，8家是在2022年以后注册成立，其中西安华先达检验有限公司于2023年10月成立，2024年3月就进行了注销。让人唏嘘的是，这些核酸暴利最终都去了哪里？有媒体披露，张和子在疫情期间频频出手购置豪宅豪车，甚至还进军了房地产领域。而现在，这些投资似乎都成了泡影。如今，张和子的这场由盛转衰，不禁让人想起了那句老话：月盈则亏，物极必反。那些靠着特殊时期暴富的人，最终都难逃历史的清算。或许，张和子的案例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任何透支公信力、践踏道德底线的暴力，终将受到法律和市场的双重惩罚。就在张和子倒下的同时，那些曾经为核酸检测站台背书的专家们，如今的处境也令人唏嘘。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曾经的疾控专家吴尊友。这位曾经力挺天天核酸的首席科学家，在2023年10月27日突然离世，年仅60岁。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就在他去世前2个月，他还在媒体上坚称，只要疫情在进行，那么我们每年都要打加强针。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他走得很突然，很多内幕可能永远都说不出来了。让人不寒而栗的是，这场核酸狂欢背后的利益链到底有多大？据国家审计署的数据显示，仅2022年1年，全国核酸检测总支出就达到了惊人的7200亿元，平均每人每年在核酸检测上的支出超过500元。而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单日核酸检测量峰值竟达到了2.1亿人次。更令人心惊的是，这些专家与核酸检测机构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据财新杂志调查，超过60%的核酸检测公司都聘请了知名专家担任科学顾问，年薪从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其中不乏一些耳熟能详的防疫专家，就连被誉为国医大师的钟南山也难逃争议。最新爆出的照片显示，钟南山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出席活动时颤颤巍巍，走路不稳，需要把手扶在别人身上。虽然他在2024年9月24日
亲口表示身体很好，基本恢复了，但这场信任危机似乎已经难以挽回。有知情人士透露，钟南山与多家核酸检测机构都有深度合作。在疫情期间，他担任顾问的公司市值暴涨超过300%，而这些公司中有多家后来被查出存在数据造假和财务舞弊问题。来看看这组触目惊心的数据。据国家卫健委统计，全国共有13000多家核酸检测机构，其中超过2000家被查出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超过500家被吊销执照。而这些问题机构中，竟有近30%都挂着各种专家顾问的招牌。一位业内人士向透露，这哪里是什么专家顾问，分明就是花钱买块护身符。有些专家1年要给几十家公司当顾问，你觉得他们真的会去认真把关吗？好在那些曾经力推常态化核酸的专家们，如今几乎都销声匿迹了。科兴新冠疫苗之王曹小斌在2022年4月17日去世，终年仅45岁。巧合的是，2024年1月初，科兴取消了新冠疫苗奖，原因是停产了。中国的失信人数持续攀升，即便统计口径在不断调整，但最新数据依然触目惊心，全国失信人已经高达848.4785万人。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曾经兢兢业业的小老板们。这些昔日的老板，如今却要和核酸大王张和子一起过着不能坐飞机、不能住星级酒店的老赖生活。看到这一幕，让人不禁想起那个经典的苏联笑话：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间牢房里关了3个人，彼此谈起坐牢的原因。第一人说：“我因为反对某位书记而得罪。”第二人说：“我因为拥护而得罪。”第三人说：“我就是那个书记。”如今的现实何尝不是这个笑话的翻版？那些当初反对核酸检测的人破产了，支持核酸检测的人破产了，连搞核酸检测发了大财的张和子，最后也难逃被限高的命运。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核酸狂欢后，似乎所有人都在同一个号子里相遇了。这大概就是命运最大的讽刺。统计发现，在2022至2023年间，公开发声支持常态化核酸的42位专家中，目前仍活跃在公众视野的不到5人。而这些幸存者几乎都选择了改口，声称当时是基于现有认知做出的判断。这场核酸暴力的盛宴，终究还是落下帷幕。不只是张和子和那些专家们的翻车，整个核酸检测行业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崩塌。天眼查数据触目惊心，截至2024年初，全国13000多家核酸检测机构中，已有4500家倒闭注销，3000多家停业整顿，另有2000家处于资金链断裂边缘。这意味着整个行业超过70%的机构都已经或即将倒下。更惨的是那些高价购入的核酸检测设备。据医疗器械协会统计，2020至2022年间，全国医疗机构采购的核酸检测设备总价值超过800亿元。而现在，这些动辄几百万一台的设备，二手价格已暴跌至原价的1/10，很多甚至直接沦为废铁。一组数据更加令人震惊：2022年，单是核酸检测试剂的采购金额就高达2100亿元。而这些库存的试剂，如今大部分已经过期作废，光是医费处理的费用就让很多机构雪上加霜。资金链断裂引发的连锁反应更是惊人。根据医疗器械商会的统计，超过60%的核酸检测机构出现大面积拖欠工资，累计超过20万从业人员面临失业，相关上游供应商累计亏损超过400亿，至少30家上市公司因此业绩暴跌，市值蒸发超过1000亿。这还不是最可怕的。银保监会的内部报告显示，核酸检测行业的整体资产负债率已突破85%。
其中不少机构的实际负债率甚至超过150%，意味着即使变卖所有资产也还不起债。最魔幻的是各地的烂尾工程，全国各地仍有超多的核酸采样停成了僵尸建筑，这些造价动辄几十万的设施，如今成了蚊虫滋生的温床。有的地方干脆把采样亭改造成了各种形象工程亭，但大多数都只能等待拆除。那些核酸检测机构的倒闭潮持续席卷全国。根据天眼查数据，这些破产机构普遍存在以下特征：资产负债率极高，多数超过80%；大量拖欠员工工资和供应商货款；设备折价严重，大量固定资产难以变现；实际控制人往往选择跑路或失联。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生计之困，而这些人中，很多都是因高薪承诺而离开原工作岗位的医护人员。更讽刺的是，那些靠核酸发家的大佬们早已远走高飞。据统计，超过40%的核酸检测机构实控人已经失联，有的甚至已经注销国内公司，携款潜逃。而留下的烂摊子只能由普通员工和供应商来买单。从2022年的日进斗金到今天的分崩离析，核酸检测行业的这场大崩塌，堪称中国经济史上最魔幻的一幕。那些靠着政策红利暴富的人，如今要么锒铛入狱，要么人间蒸发。而最终承担代价的，永远是那些付出血汗的普通人。这场核酸神话的破灭，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深思。当利益的泡沫被戳破，暴露出来的是赤裸裸的人性。那些曾经的核酸英雄，如今都成了过街老鼠，而那些曾经站台背书的专家们，也都在历史的审判中现出了原形。